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做一个奶油芝士泡芙，泡芙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，大小朋友肯定都喜欢吃，自己来制作经济实惠，一次做一大盘，吃起来也相当的带劲。那接着咱话不多说，就赶快分享给大家。首先过筛100克的低筋粉备用。接着再准备3个鸡蛋，打成蛋液，鸡蛋大约每个60克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的平底锅，加入120克的水，水中先加入2克的盐，再加入100克的黄油，开小火不断搅拌，直至黄油融化。加热到黄油融化，锅中的材料也刚刚沸腾，就把刚才过筛的低筋粉加进去。面粉加进去之后，快速的翻拌。视频中是加入了面粉就把火关掉了，因为用的电陶炉会有余温。如果用明火，可以翻拌均匀之后再关火，全程记得用小火。这一步的面如果烫过了或者是烫欠了，都会影响做出来成品的效果。主要这一步也不太好解说，所以就不删减镜头了。以这个食材量，大概1分钟左右差不多就行。利用它这个余温，慢慢的稍微再炒这一下。用这个低筋面粉呢，它不容易起筋，做出这个糕点呢非常的酥脆。好了，这样炒制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入这个盆中。烫好的材料放在一个碗中，不断的翻拌，让它降温。降温到材料不烫手就行，然后把刚才准备的蛋液少量多次的加进去，每添加1次就用刮刀把材料翻拌均匀。视频中一共是分了5次添加，这一步也挺重要的，不过操作起来很容易判断，最终可以参考一下视频中材料的状态。裱花头可以提前准备一个大号8尺的，然后把材料装在裱花袋里就行了。一般蛋糕店做这种泡芙都是用大号细尺的裱花头，做出来会更好看一些。一般在家里来做简单的烘焙，中号8尺和大号8尺的会比较常用一些，做一些曲奇和简单的蛋糕装饰都会用得到。把材料挤在烤盘里，大约每个长8到10公分，大概能做14个左右。挤的时候，材料和盘子呈45度的往外挤。挤好之后，手指上沾点水，把断口稍微往里推一下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看一些。接下来就可以放在烤箱里烘烤了。烘烤也就是第2个重点。首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220度，下火200度。如果不能独立控温，就都用21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先烤8到10分钟。刚开始先用高温让泡芙快速的膨胀，这样泡芙里面就会出现空心。泡芙膨胀开之后，整体上下火统一调低20度，然后再烤8到10分钟，整体的用时18分钟左右就烤好了。每个烤箱温度可能都会有差别，所以烘烤的时候尽量在旁边看着点，根据情况适当的微调。做好泡芙就这2个重点，烫面可以参考视频里材料的状态，这一步实在不太好讲解。烘烤就是先用高温让泡芙膨胀，然后再降低温度，烘烤成熟定型。泡芙烤好之后就简单了，准备120克的奶油芝士，简单的软化一下。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，视频里加了20克，然后简单的搅拌一下。接着加入120克的淡奶油，然后用打蛋器打发就行了。
刚开始用低速把材料混合均匀，然后用高速把材料打发。大家肯定也都吃过泡芙或者是奶油蛋糕，所以打发的程度大家自己把控就好了。现在的泡芙基本已经放凉了，用筷子在底部扎上2到3个小孔，把刚才准备的奶油挤进去就做好了。使劲往里挤，这些奶油都能用完。如果正常往里挤，大概能做25个左右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看挤多还是挤少。制作泡芙材料还是很简单的，把握好2个重点就行。如果刚开始失败了也没有关系，无非就是烤得扁一点，蘸着奶油吃其实也挺好吃的。下次调整一下，说不定就做成功了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。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